王一搏机场图被吹成神迹，罗意威包和搏击背后是一整套会卖的局。内娱最常见的一幕，就是把一张机场抓拍捧成神图，把一件黑色穿搭说成高级哲学，把一次普通的练车行程包装成人生修行。围绕王一搏展开的这一轮讨论，可以说是近几年娱乐圈最典型的一种舆论现象。所谓松弛感、薄肌、力量感、少年锋利气质这些词，乍一听确实像是在认真分析一个演员的外形和状态，好像每一个词都经过仔细推敲，显得既专业又高级。但如果认真观察，就会发现这些词几乎可以套用在任何一位流量明星身上。今天形容王一搏，明天形容别人，后天又换成新的热门艺人。真正被讨论的已经不是王一搏本人，而是一套不断重复、不断复制的流量表达方式。本来夸奖一个演员没有任何问题，观众喜欢他的作品，欣赏他的气质，甚至愿意分享自己的感受，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可一旦这些评价开始批量生产，变成社交平台上的固定模板，味道就完全变了。很多人甚至没有真正看过王一搏最近的作品，也没有认真分析他的表现，只是看到别人用了哪些热词，自己便照着复制一遍。评论区里放眼望去，全是几乎一模一样的表达，像是在完成某种任务，而不是发自内心的表达观点。时间一长，这种夸赞不仅没有提升讨论质量，反而让人越来越容易产生审美疲劳。那些原本能够准确描述演员特点的词汇，因为被过度使用，渐渐失去了原本的意义。观众看到这些熟悉的标签，第一反应已经不是认同，而是觉得套路又来了。热搜上的话题依旧热闹，评论数量依旧惊人，可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却越来越少，留下的更多只是不断循环的流量口号。说到底，这更像是一套已经高度成熟的流量营销话术。它的目的并不是帮助大家更深入地认识王一搏，而是不断制造讨论，维持热度，让相同的话题反复出现在大众视野里。就像一针早已过期的兴奋剂，刚打进去的时候，看上去依然热热闹闹，数据也十分漂亮，可实际上早已失去了真正的感染力。表面依旧光鲜，内里却越来越空洞，甚至与真实的演员形象渐渐脱节。真正能够打动观众的，从来不是这些不断堆砌的标签，而是作品本身，以及演员一次又一次用实力证明自己的表现。如今的机场早已不只是一个工人登机离开的交通枢纽，它更像是明星公开亮相的第一个舞台，也是流量竞争最激烈的展示窗口。每一次现身，从穿什么衣服、背什么包，到戴什么帽子、穿什么鞋，都可能在几分钟内登上热搜，被无数账号截图、放大、分析。原本只是一次普通的出行，却因为镜头的存在，被赋予了越来越多额外的意义。就连一个看似普通的背包，也不再只是随身用品，而是品牌曝光最直接的广告位。镜头扫过的一瞬间，品牌名称、款式、价格很快就会被网友整理出来，再经过媒体和营销号不断传播，形成一轮新的讨论。与此同时，明星的站姿、走路姿态、腿部线条，甚至一个回头、一个挥手的动作，也都会被拆分成无数短视频素材，经过剪辑、慢放、配乐，再次进入社交平台传播。一个简单的画面，
在流量运作下，很快就能完成2次甚至3次传播，不断延长话题的生命周期。王一博这次去珠海练车，本来只是生活中的一件普通小事，对于普通人来说，不过是抽时间练习驾驶，几乎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地方。但放在明星身上，这件事很快就被包装成了另一种叙事。有人说这是为了挑战自己，有人说体现了自律和专注，也有人把它与赛车、运动精神联系在一起，最终塑造成一种充满故事感的人设。原本平淡无奇的日常，在层层解读之后，仿佛每一步都带着特殊意义，每一个细节都值得反复讨论。说到底，这正是如今娱乐圈最常见的运营方式。对于很多流量偶像来说，真正支撑热度的已经不仅仅是影视作品或舞台表现，而是镜头之外那套持续被塑造、不断被强化的人物形象。从机场接拍到日常出行，从健身到旅行，每一次公开露面都会成为形象建设的一部分。作品固然重要，但在流量时代，一个能够持续制造话题、不断输出内容的人设，同样成为维持关注度的重要来源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看似再普通不过的日常，如今都会被赋予故事、包装意义，最终变成大众持续消费和讨论的话题。如果只看饭圈的表达体系，会误以为大家在认真讨论一个人的身材管理与生活方式管理，仿佛他每天清晨都在自律训练中醒来，完成一整套标准化锻炼后，再以毫无疲态的姿态出现在机场，随手拿起一个罗意威包，就完成了一次完美的时尚示范。但现实并没有那么戏剧化。娱乐圈的夸奖从来不是单纯的赞美，而是一套成熟的价值包装机制，先塑造高级感，再强化能力感，最后转化为商业可塑性。说白了，机场图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帅，而是可以被卖出去的帅。明星出现在机场被拍，早已不是偶然流出，而是一种半公开的内容生产流程，穿什么、拿什么、站什么角度、露出什么表情，都会被拆解为传播单元。所谓今天是罗意威男孩，看似是粉丝的赞美，实际上也在无形中完成品牌曝光。品牌获得流量，明星获得体面，粉丝获得情绪满足，而路人则在信息洪流中被动围观并产生困惑。这一切到底是谁在真正获益？说到底，这不是一个关于某个人的问题，而是一套已经高度成熟的娱乐工业机制。它擅长把日常变成商品，把人物变成符号，把情绪变成流量。你以为自己在讨论一个明星，其实是在围观一整套商业系统如何运转。当帅松弛力量感不断被重复使用到失去锋利感的时候，也许真正稀缺的反而变成了一种简单的东西，不被包装的真实。只是在一个以包装为核心竞争力的体系里，这种真实往往最难被看见。或许未来这样的营销方式还会不断升级，新的标签也会不断出现。今天是松弛感、薄肌、力量感，明天也许又会诞生新的流行词。但无论包装如何变化，真正能够留住观众的，始终不是那些反复复制的话术，而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和实力。那么，对于这次王一博机场照引发的争议，你觉得大家真的在欣赏他的状态，还是已经陷入了一套固定的流量叙事？
欢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，我们一起理性讨论。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